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部2025美国恐怖电影《猪人归来》。友情提示：影片过于血腥，番茄汁四射，千万别在吃饭的时候观看。一辆警车在路边突然停了下来，原来是司机尿急想去嘘嘘。司机嘘嘘的时候必须要听着音乐，不然就会尿不出来。警车里运送了一名极度凶残的杀手，车内的男警八卦起了杀手的故事，而且越说越激动。这个蒙面杀手不仅杀了监狱里一半的犯人，就连狱警也杀了不少，甚至还杀了他好朋友的母亲。越说越气愤的男警便掏出了一把匕首。就在男警放松警惕时，蒙面杀手突然挣脱了铁链，一把掐住了狱警的脖子，随后将他手里的匕首抢了过来，狠狠地捅了男警数十刀。最后杀手用力将男警的头颅踩扁，一旁的女警还在边缘 OB， 迟迟不敢开枪，下一秒被蒙面杀手直接用铁链活活勒死。此时的司机由于尿不尽，尿了2分半还在尿，殊不知蒙面杀手已经悄悄走出了警车，司机很快成为了下一个目标。解决完所有人后，杀手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他戴上了自己独有的猪头面具，那一刻仿佛又做回了自己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猪人杀手。画面一转，5名花季少女来到森林郊游，几人正在讨论着猪人杀手事件，但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，因此并没有太当一回事。殊不知猪人杀手的同伙早已准备就绪，并让猪人在5人中挑选一位最喜欢的留下来，其他的将成为猪人的盘中餐。此时5名女孩还在查看地图寻找营地的位置，就在这时，一名扛着猎枪的金发小哥走了过来。当小哥得知他们要去的地方后，略感惊讶，于是好心劝阻他们最好不要去，因为那里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，特别是像他们这样年轻貌美的小姑娘。但几人偏不信那个邪，越是不让去就越想去。这时一名女孩终于通过手机导航查到了路线，于是几人迅速开车启程前往营地。金发小哥也不再多说什么，没过多久他们成功达到了营地小屋。几人并没有觉得这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甚至认为这里美的就像是一幅画。突然小美看到一个猪人站在不远处盯着他们，可等她回过神后又消失不见，她便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随后来到小屋找房东办理入住。可不管他们怎么呼叫，却一直无人应答，他们便决定先去附近的停车场找一下。突然猪人的同伙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自称是营地小屋的房东老贾。几位女孩被突然冒出来的老贾吓了一跳，由于之前预定房间都是通过电话沟通，因此也没有怀疑老贾的真实身份。另一边跟5名女孩一起郊游的还有3名年轻人，好巧不巧他们的汽车在半路抛锚，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，他们只能选择徒步走到营地。这边老贾已经和5名女孩介绍了营地的情况，因为这里太过偏僻，手机自然是没有信号，打电话只能用座机，而唯一一部座机在老贾的房间里。说完老贾便离开了这里。此时另外3人还在慢悠悠地走着，这时戴耳机的妹妹突然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，于是停下了脚步开始画画，而她的姐姐姐夫非常宠溺地在一旁等待她。为了不浪费时间，他俩决定先去打一会儿野战。没想到正起劲时，猪人出现在他们身边，他用钩子直接穿过姐姐的身体。姐夫看到后吓得连忙撒腿就跑，可双脚已经被吓得不听使唤，不久后就被猪人残忍地杀害。猪人并没有查看姐夫是否断气，便直接离开。此时在营地的5人正喝着小酒，殊不知猪人已经站在不远处盯着他们。小美由于喝了太多，开始感到有些恶心，于是便回到了屋内休息。这时听到窗帘后面有敲打玻璃的声音，她好奇又紧张地走了过去。原来是还没有死透的姐夫，他们立即通知了老贾，并第一时间报了警。但老贾表示姐夫或许是被森林中的野兽袭击，因为在森林中经常会有熊出没，但女孩怀疑是传说中的猪人袭击了他。警察觉得猪人这个说法有点离谱，他更愿意相信是被野兽袭击，随后便结束了调查。警察表示他会带阿杰去医院接受治疗。另一边的森林中，终于画好画的耳机妹妹发现姐姐姐夫不见了踪影，于是开始四处寻找他们，在不远处的地上发现了姐姐的尸体，她吓得惊慌失措，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猪人朝着妹妹猪叫了一声，她立即撒腿就跑，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捕兽夹，妹妹痛得哭爹喊娘，她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打开夹子。这时猪人已经来到了她的跟前，无路可逃的妹妹吓得流下了眼泪。与此同时，营地的5位女孩还在悠哉地喝酒打牌。金发妹和小美在聊天中突然发生了口角，闹得有些不愉快，有些气不过的2人便扭打成了一团。其他3人见情况不妙，立即上前阻止。心情不美丽的小美独自来到了河边发呆。这时金发小哥再次出现，他劝说小美尽快离开营地，否则会引来杀生之祸。而环姐误以为小美遇到了危险，于是上前赶走了金发小哥。
小哥见他们油盐不进，便不再多管闲事。另一边，豹纹女孩在森林中发现了耳姬妹妹的画册，猜测她一定就在附近，于是开始四处寻找。不久后，发现了一个仓库，豹纹女孩好奇地走了进去，发现耳姬妹妹被绑在里面。豹纹女孩试图救出对方，耳姬妹妹立即提醒豹纹女孩先躲起来，猪人可能随时就会回来。果然，猪人很快回到了这里，随后直接让妹妹领了盒饭。躲在角落的豹纹女孩眼睁睁看着妹妹被杀害，吓得她大气都不敢喘。她还想着如何逃跑，然而早已被心狠手辣的猪人发现，2分半后就被猪人活活掐死。另一边，正在泡澡的2位美女发现老贾在偷看他们，严厉呵斥了他，并将其赶走。其中一位美女决定回房冲个澡再睡一会，殊不知老贾偷偷潜入了她的房间。等他发现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，下一秒就被老贾用斧头剁成了肉块。这时，小美和耳环姐回到了营地，他们发现其他人都不见了踪影，心里莫名产生了不好的预感，于是决定到镇上报警。可车子始终无法启动，无奈他们只好分头寻找其他人的下落。另一边，金发妹发现了猪人的仓库，此时的老贾正在里面。他看到金发妹朝着仓库走来，便想到了一个计划。他装成身受重伤的样子，让金发妹卸下防备。下一秒，猪人便出现在了金发妹的身后，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，拉到了一边，随后一锤子将她打晕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金发妹醒了过来，看到了早已被害的豹纹女孩和耳姬妹妹，吓得她不知所措。这时，猪人再一次对金发妹发起攻击。另一边的小美和耳环姐还在苦苦寻找着其他人。小美的内心总觉得发生了不好的事。就在这时，猪人带着金发妹的尸体走了过来，两人见状，用最快的速度逃出了营地小屋。猪人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紧张的气氛让两人内心十分恐惧。接着，两人便分头躲避了起来。小美来到了卫生间，用手捂着嘴不敢发出声音，可下一秒就被猪人用钩子勾住了脖子，无法动弹。好在耳环姐及时出现，小美这才逃过一劫。可刚跑了没2步，迎面遇到了金发小哥，他手拿猎枪，大声喊了一句：“猪人瞬间倒地。金发小哥由于是第一次开枪杀猪，过于紧张的他直接瘫坐到了地上。可耳环姐并没有感谢金发小哥的救命之恩，反倒捡起猎枪对准了金发小哥，这让小哥一脸懵逼，指责耳环姐没有良心。警惕性极高的耳环姐此刻不敢相信任何人，随后他便让小哥带他们去镇上。等他们刚离开，猪人竟然睁开了眼睛，似乎猎枪对他并没有作用。这边小美将小哥的双手用麻绳紧紧捆住，小哥一直努力为自己辩解，他告诉两人这一切都是老贾的阴谋，因为他之前来到这里打猎，被老贾威胁不准进入他的地盘，否则就会杀了他，甚至还看到了猪人。他怀疑所有失踪的人都是老贾和猪人一起杀害的，可惜两人像是对牛弹琴，根本听不进金发小哥的话。老贾这时走了过来，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金发小哥身上，表示所有人都是小哥杀的，让小美和耳环姐一定要为同伴报仇。老贾还表示小哥在森林里养了一只嗜血的猪人，耳环姐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相信了老贾的胡话。他让小美将猎枪交给老贾，小美也半信半疑的准备将猎枪交给他。就在这时，猪人朝着他们走了过来，两位女生看到猪人后瞬间无法淡定，只见猪人拉走了金发小哥，老贾则趁机抢夺了小美手中的猎枪。耳环姐为了保护小美不慎被老贾射了大腿，一旁的猪人正在用力撞击金发小哥的额头，鲜血四溅，显然已经领了盒饭。小美趁其不备扶起耳环姐逃走，老贾还想开枪，发现已经没了子弹，便命令猪人继续去追捕两位女孩。可耳环姐由于大腿中了一枪，实在没有力气逃跑，她让小美不用管她。在耳环姐的劝说下，小美于心不忍地选择了离开。等猪人赶到的时候，只剩下了耳环姐。此刻的她已经不再恐惧，她只想为小美多争取一些逃跑的时间。这次猪人并没有对她下狠手，而是将她拖到了仓库绑了起来。然而小美其实并没有离开，而是偷偷跟着猪人来到了仓库。等猪人离开仓库后，小美赶紧跑过去解救耳环姐，可深知无法逃脱的耳环姐让小美不要再管她。两人做了告别后，小美再一次选择离开。没过多久，猪人再次回到了仓库，拿出一把匕首将耳环姐的脸割了下来。另一边拼了命逃跑的小美看到了一辆警车，此时的她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无比激动，她挥舞着手叫着警察叔叔，可没想到警察竟也是猪人的同伙。她将小美的双手铐了起来，打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时，才意识到三人是一伙，而且他们是亲兄弟。猪人在几位女孩中选择了小美，因此决定留下她做自己的伴侣，希望与她生下更多的小猪仔，以此建立一个全新的种族。原来猪人之前因为犯罪被抓进了监狱，但被某个科学家抓去当了小白鼠。科学家在他的体内注射了一种病毒，导致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异。更意外的是，老贾发现猪人有着不死之躯，无论是中枪还是被砍都不会死。于是他们就想利用猪人的基因传宗接代，建立一支属于他们的军队，这样就可以统治这个世界。小美得知真相后瞬间崩溃，心想还不如让她和其他姐妹一样死了算了。随后老贾表示让猪人和他一起出去准备仪式，房间内只留下了警察和小美。等两人出去以后，警察对小美产生了非分之想，而小美则顺水推舟，她假装很配合的样子让警察信以为真。
老贾听到动静迅速赶来，看到警察已被小美反杀。关键时刻，小美仿佛被注入了某种力量，强大到直接干掉了2人。随后迅速逃出，启动了车子。可正想要离开时，从后视镜中看到了猪人，他怒气冲冲的猛踩油门。可这些伤害对猪人来说丝毫没有作用。此时的小美正开着汽车逃亡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车子不慎撞到了一只野兽，导致车子直接来了一个四脚朝天。小美艰难地爬出车外，拔出插在喉咙中的玻璃。小美忍着剧痛继续前行，可这时猪人已经找到了她，他快速地朝着小美走过来。小美赶紧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。小美用斧头砍下了猪人的脑袋，这样他再也无法复活过来。最终一行人只有小美幸存了下来。以上就是2025美国恐怖电影《猪人归来》的全部内容。整体来看，这是一部成本非常低的恐怖片，原则上并不算是恐怖片，而是血浆片。全片最大的成本可能就是番茄汁。整部电影没有什么剧情可言，非常的无脑，没事看个乐子就行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